你好，阿正哦。啊，你好，好，中文没问题了。可以。我看一下你的资料哈，你现在的资金，你可能是小资金类型的，所以你是技术分析操作为主，对不对？对的，对的，现在是。因为你是在香港股市，你进股市大概几年啊？我一开始玩是进股市大概是2016年吧，但二零一是没有很六长玩比较长留意的时候是在19年底开始吧。哦，比较留意在19年底，那很对，好，因为香港股市从2018年见高点，一路往下跌，对的，跌到2020，就是全世界向的股票下这样。市场都很好的时候，香港遭遇了非常多很困难的情况，很艰困，所以它的股市并不好。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在当地大家做短线会多一点点，在香港。我相信是的，因为它波动很大嘛，然后不像美股那一直上。不够平稳，就是它波动很大，而且是往下的，所以造就啊。了我觉得我香港的朋友都会有一点说习惯，最多留仓2个礼拜我就卖了，涨了就卖这样子，好像变成是这样子，比台湾的是的。股民还要严重很多。那他们香港投资银行的朋友，他自己本身是金融圈的，他也明白了趋势，他也明白了各种的，他自己也做美股，可是他在做美股的时候也是短打，他忍不住，他说他忍不住啊，因为在香港就是这样子，当年就是这样子有赚到钱嘛，所以我觉得很可惜。你是做港股为主吗？还是以2020已经做美股了？一半吧，一半吧。因为你说你的分散的标的很多，我看到有做到10只这么多股票，分到10只这么多，可能是因为你换股太频繁。因为照理说你把这个当成一个基金去持有的话，应该要赚钱，对不对？对的，但是我就是可能操作上有一些问题，然没后关系，操作上，对。人人都会有一些自己过不去的问题。我先问你一件事情哦，你会换来换去的理由是什么？你自己回头一看，你当下你会做这个决定是为什么？可能我一开始的时候有想啊、选几个股票去拿比较长的时间的，然后看到有一些在涨的，我就换过去了，很多都是美股、这样。美股跟港股都对这样做。对，然后跌下来我就跑掉了，跌一点的时候我就跑掉这样子的。那跑掉完有马上涨吗？都有。看起来技术分析上有问题，有问题嗯。没有关系，有一个解决方案，先不要用。我一定要丢出一件事情，不要你的学习、你的努力学习造成你的情绪负担，好像我学了这个东西我不用，那我是不是错了？我们先不要这样子想，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的话呢，你2021我们现在才刚开始，你今年对投资的目标，你有没有设一个目标？本来是没有太去想的，然后我收到 email 的时候，我看到我可能要想，希望我可以赚一倍吧。哎，你的目标很棒，你是我们的会员吗？直播的会员，你对看我选的对是的。股票，我没有在选涨50%的这种股票，没有，我看的都一定要1倍，even 是最保守的香港交易所，我都不是看50%而已。你有看到我自己做的 list，你都看到了，因为你是会员都看到了。对因为我发现我很有看到。强调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局观。哦，你嗯。现在还很年轻，我觉得大有可为。是为什么？一般人做股票没有大局观。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哦，你基本面懂一点点吗？有一点点吧，但是我一点点。没有很去研究很那你看我的深入。频道，你看我的频道会觉得很吃力吗？也不会，反而是好像追剧老师你有一个总结给我，我觉得很好，更有信心那就让我。对。表示你的基本面、你的经济的观念应该是有的。我们现在有个大的观念是，钱印的很多，钞票印的很多，每个人都知道，20岁的大学生都知道这件事情。对。那钱印的这么多，他要去哪里？变成是我们现在反而要关心的重点。因为钱只要往哪边去，哪边就会涨。很多人，我相信你理解，说香港的房市不合理，可是没有办法，钱往那里去，它就只能往上涨。没有合不合理，因为钱变太小了，钱往那里去。哦，所以我自己在做的所有的研究，就是大局观。当我们有了一个这个大局观之后，我希望给你第一个概念是，全世界最好的操盘手
它都是技术分析跟基本分析都兼顾，不太可能两个只有一个。为什么呢？我跟你分享我的经验，为什么我会做美股，为什么会研究这些东西。我的技术面会让我的资金到一个水位的时候，我的心脏就受不了，所以我的成长速度变慢了。只有10万到100万真的没有什么，100万到1000万也还过得去。可是当你每天醒来要面对30万、50万的波动的时候，你只有技术分析，你会很害怕。我相信你是技术分析操作者，你理解这件事情。对，我能理解，我也感受到。那如果多了一个基本面来辅助我的技术分析看法，我好像可以睡得着。回过头来，你是技术分析者，对不对？你跟我走的路是一模一样的。我想要告诉你我的经验，技术分析者会比基本面分析者还要懂基本面。李佛摩说，钱会往最小的阻力的方向去，对不对？对。所以我们技术面的人看到钱过去了，毫不怀疑，可能那个地方有事发生了。我们去做的功课会是真正正确的功课。我们当不了先知，我们技术分析者的命运就是这样子。我没有办法说这个股票都没有涨，3年后一定会涨，我是天才，我不走这一套，因为华尔街的人都不一定看得出来，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你看到我的会员的，我自己在做的功课，全部是用技术面挑选出来，我才请我的团队去做功课。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很多人留言都说，为什么我自己买的股票买进3天5天就涨了？你有发现这件事吗？对对，是的，运气好，好几次。运气好。第二个，技术分析帮的忙，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必须用我的技术分析去过滤。我一买进之后，我就去追踪它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团队每天都很紧张啊，像我今天就问他们一个问题：香港的紫金铜矿怎么涨得比江西铜矿还要多？你赶快帮我看发生什么事，我就会去做这个研究。我们很激动的，每天世界都在变化，所以我不是说它涨得比较快。你看你以前可能是什么？它涨得很快，你就换成它了嘛，对不对？对。它涨得比较快，我去做研究。我觉得可以说服我，我才用技术面去换股，不然我也不换。所以呢，从技术面出发的基本面是很好的，我觉得你大有可为，只是你要慢一点脚步，你会做得非常好。你看了我的直播，有联想到很多标的吗？在当地？可能没有，因为我真的很少去留意大局观。然后，但是我是确定，真的看到很多一些板块是在香港起来了。或者是有向上的趋势这样子的。OK， 所以因为你可能比较忙，所以你也没有时间去留意。但是我相信我分享的功课可能有帮助到你这些观念，对不对？对。那我很好奇，帮助到哪些？帮助到什么？我自己感觉是你说是那个世界钱的趋势，为什么铜会有上去？是未来世界是怎样去看待铜这回事？然后会帮助到我想到一些留意哪一种类的股票这样子。如果没有我做功课的这些分享，你有收集资讯的习惯吗？我自己真的很小，就是可能一些券商他在手机里弹出来那些我会看，但是我很少去自己。那你都看那些券商报告，那我跟你说，你在看这些券商报告的时候，你有觉得有什么困扰你的地方吗？看了一个新闻或者是报告的时候，我感觉是好像有一点晚了，已经感觉好像最后靠这种方式去留意也没有什么赚到很多钱的一个方向。这真的赚不到。我跟你说，我们在直播里，你有发现我做的功课有咬紧几件事情，你有印象吗？有咬紧5大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我咬紧了公司有没有转型吗？有没有领先的技术？有没有扩大它的优势嘛？有没有资本支出嘛？它有没有执行嘛？对不对？他说得出有没有做到嘛？对不对？所以看新闻，你要看这个新闻是对于未来半年、2年、5年有没有影响的新闻。我只在意这个新闻，因为我做的功课是好久以后的功课，可是股价的波动是短期的情绪。我不会今天看到这个功课就去做短期的买进，不太会。投资如果要用加入基本面来讲，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
不是没有眼光，就是没有耐心。那我所谓的眼光是什么？他要相信他的眼光是对的，这件事很困难。比如说房子好了，之后会盖捷运啊，可是你要等15年，你要等10年，你可不可以现在买呢？那你不能说10年后要盖捷运了，这里的房子最近这个月就涨价，不可能，没有办法等，或者是大家会怀疑啊，那政府到底会不会真的盖捷运呢？会不会他不盖了？对不起，在资本市场，你在怀疑的时候就要把钱丢进去，然后你会每个月盯着他的动作，他到底有没有盖？这个就是我在做的功课里最重要的，他有没有执行？那他未来会盖捷运，他有没有愿景？如果我们的推理，像我直播上，我的推理是因为假设我把它单纯化，因为他盖捷运，所以股票会涨。只要发生一件事情会影响到盖捷运，我可能就要跑了。例如，另外一个市长，他不喜欢捷运，他喜欢别的方式，那我就会想一想，那我要不要改变？所以大局观很重要。我先理解整个架构，一点点小细节发生的时候，我才知道要怎么应对。我们不可以每天看一些小小的新闻去猜大的，你是先理解大的才去看小的，这样子你过滤新闻就很有效率，你不会被每天一堆新闻吓得东倒西歪，因为每天都有新闻。真正重要的新闻会在技术分析上让我们看到。再来就是你在操作上，你刚刚提到你最大的问题是换过去它涨了，跌下来卖掉，然后卖掉之后很快又涨上去了。对，有这些情况，然后我基本上都会在追，然后进去买入卖出，然后还不如一直拿着这样子的。当你用技术分析换股的时候，你要觉得你的技术分析是赌它会现在连续上涨，这是第一件事情。如果你的技术分析只能判断现在趋势是不是多头，那就不适合拿来换股。第二个，一般来讲，技术分析要去赌连续喷出的能力要很高。比如说你是做期货10倍杠杆的事情的时候，你去赌连续喷出才有意义。如果是现股，它的涨幅这么小，你光停损都换不回来，你赌对那一次连续喷出的利润，我觉得股票很难这样赌，除非你技术高超，不然我不建议。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觉得换不换股比较取决于一件事情，别的股票会不会涨更凶？如果会才换股，如果不会我就不换股。我很希望你看我的直播会让你情绪平稳一点，不要一直换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看我直播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开始看的。那有平稳一点吗？这样2个月下来，可能就是看完的那1-2天比较好，然后就我很容易被其他的资讯去吸引到，或者是被一些实际的涨跌，我拿着的是在跌，然后其他隔壁的那个在涨，我就很想去换过去这样子的。你想换过去，因为可能你觉得你的股票弱了，对不对？对。我看了一下你的股票都不差，对不对？买的其实都是不错的公司，对不对？对，还好吧，还好。那我们先一个观念好不好？我自己在做功课的名单，包括我个人的持股，我在短线都不会因为它短期的涨跌而看好或看坏。我是一个技术分析者，我只会在关键点去看它会好还是坏。前面比特币跌到3万，我不是说这是一个关键点吗？有印象吗？我不会在那里卖掉。那你有没有发现，在那里很多人想要在那里卖掉？如果你是技术分析操作者，你会不会想在那里卖掉？你会，大部分都会。好，对，这种情况来说就是关键点。那我只会在这个时候用技术分析去判断关键。大部分的时候，80%的时间都是技术分析有一点虚无缥缈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技术分析是没有意义的。关键点就这么几个，你只要能够在这个关键点呢判断你要不要进场就好了。不可能每个技术分析都有意义，对不对？不可能。我讲白一点，你会追突破嘛？对不对？会不会因为那个钱少了不舒服，所以卖掉？其实很大程度是，我们以后不做这个事情了，好不好？我自己做功课的名单，我买的股票都一定要有很长的趋势。我感觉你好像都完全不再怕短期的东西了。要达到这个状态，是不是？要达到这个境界，你一定要100%说服自己一件事情：